养生在古代也称摄伤，就是通过对身体的保养，以达到预防疾病、延年益寿的目的。早在2000多年前成书的《黄帝内经》中，就有许多中医养生理论和方法。让我们来看看《黄帝内经》中的健康智慧吧。心之和脉也，其容色也，其主肾也；肺之和脾也，其容毛也，其主心也；肝之和筋也，其容爪也，其主肺也；脾之和肉也，其容唇也，其主肝也；肾之和骨也，其容发也，其主脾也。这是《黄帝内经》里五藏生成篇第10的内容。喜欢中医古籍的朋友和我一起阅读吧。以下是翻译的理解：与心相合的是脉，心的荣华表现在面色；至于心的是肾，与肺相合的是脾，肺的荣华表现在毛；至于肺的是心，与肝相合的是筋，肝的荣华表现在指甲；至于肝的是肺，与脾相合的是肉，脾的荣华表现在唇；至于脾的是肝，与肾相合的是骨，肾的荣华表现在发；至于肾的是脾。因此，过量摄入咸味食物会使血脉凝塞，血液运行不畅，面色发生改变；过量摄入苦味食物会使皮肤枯槁，毛发脱落；过量摄入辛辣食物会造成经脉拘紧，爪甲枯干；过量摄入酸味食物会导致皮肉粗糙变厚而皱缩，嘴唇干燥起皮；过量摄入甜味食物会导致骨骼疼痛，头发脱落。这就是饮食五味的偏嗜造成的损害。因此，心喜欢苦味，肺喜欢辛辣，肝喜欢酸味，脾喜欢甘味，肾喜欢咸味。这是五味与五脏的对应关系。面色出现死草斑暗的青色为死症，出现枳实样的青黄色为死症，出现煤烟般的黑色为死症，出现死血般的红黑色为死症，出现像枯骨一般的白色为死症。这是五色表现为死症的情况。面色出现翠鸟羽毛般的青色，鸡冠一样的红色，蟹腹般的黄色，凝固的猪油一样的白色，乌鸦羽毛一样的黑色，都是有生气的表现。这是五色表现为有生机，病人愈后良好的表现。心有生气，表现的面色像白绢包裹朱砂；肺有生气，表现的面色像白绢包裹着粉红色的丝绸；肝有生气，表现的面色像白绢包裹青色丝绸；脾有生气，表现的面色像白绢包裹瓜蒌石；肾有生气，表现的面色像白绢包裹紫色丝绸。这是五脏的生气在外的表现。色、味分别与五脏相应，白色和辛味对应肺，赤色和苦味对应心，青色和酸味对应肝，黄色和甘味对应脾，黑色和咸味对应肾。因此，白色对应脾，赤色对应脉，青色对应筋，黄色对应肉，黑色对应骨。脏腑精气通过各条脉络向上注入目，所有的精髓都属于脑，所有的筋都与骨节连接，所有的血液都归属于心，所有的气都归属于肺。而这些脉、髓、精、血、气朝夕出入的场所，这就是人的四肢及8个大关节。所以当人进入睡眠时，血液回归肝脏，因为肝开窍于目，所以肝得到血的濡养，眼睛就能够看见东西；足得到血的濡养，就能够行走；手掌得到血的濡养，就能够握住东西；手指得到血的濡养，就能够拿东西。如果人刚睡醒就外出受风，血液就会凝滞；如果发生在皮肤，就会引发痹症；如果发生在血脉，会导致血行色滞；发生在足部，就会导致四肢逆冷。这3种情况都是由于血液不能返回孔穴，才会导致闭绝等症的发生。人的全身有大骨12处，小膝354处，12余除外，这些都是胃气流止的部位，也是邪气客居的场所。沿着这些地方施行针刺和砭石，就能够驱除邪气。诊断疾病的首要法子是以诊查五脏的经脉为纲纪。要想了解五脏经脉的情况，首先应该确定五脏精气的阴阳虚实。五厥就是指五脏的经脉，因此头痛、颠顶疾病、
属于下虚上实，病变在足少阳和足太阳经，严重时可传至肾脏。视物模糊不清，身体摇晃不定，眼花耳聋，属于下实上虚，病变在足少阳和足厥阴经，严重时可传至肝脏。腹部胀满，支撑胸膈屈斜，属于气逆上犯，病变在足太阴和足阳明经。咳嗽气喘，胸中气逆，病变在手阳明和手太阴经。心烦头痛，胸膈不适，病变在手太阳和手少阴经。脉象的大、小、滑、涩、浮、沉可以通过医生手指辨别。五脏的生理病理等表现于外的征象，可以借助相类事物推断出来。与五脏相对应的声音，能够通过易混而辨别。对五色变化的诊断，能够凭借眼睛观察出来。医生在诊病时，如果能够将脉象、气色结合起来分析，就能对疾病有较全面的了解。如果面色发红，脉来急速而且坚实，就可以诊断为邪气积聚中脘，常常妨害饮食。这种病是心病，是由于外邪侵袭，思虑过度以致心气虚弱，外邪乘虚而入而导致的。如果面色发白，脉来急速而浮，属于上虚下实，病人常出现惊恐，邪气郁积在胸中，肺气虚而引起气喘。这种病是肺病，伴随寒热症状，常常由于醉酒行房而发病。如果面色发青，脉长而左右搏击手指，说明邪气积聚在心下，支撑驱邪。这种病为肝病，便因是受到寒湿邪气的侵袭，与疝气的病理相同，症状有腰痛、足冷、头痛。如果面色发黄，脉大而虚，说明邪气积聚在腹中，有逆气产生，病名为厥疝。女子也会出现这种情况。这种病大多由于四肢剧烈活动出汗，又受了风险而导致的。如果面色发黑，脉坚实而大，邪气积聚在小腹和前阴，病名为肾痹，大多是由于冷水浴后睡觉导致的。大凡观察五色，出现面黄目青、面黄目赤、面黄目白、面黄目黑的病都可以治愈，不会致死。出现面青目赤、面赤目白、面青目黑、面黑目白、面赤目青的都是死症。解说：本篇所论述的饮食五味偏嗜而伤害五脏，是从五行相克的角度来解释。过食五味中的某一味，会使相应的脏气增强，某一脏气过强，就会损害它所克之脏。例如，肾水克心火，多食咸味食物，使肾脏脏气过强而损害心气。由于与心相合的视脉，心的荣华表现在面色，因此会出现血脉凝涩、面色改变等病变。这提醒我们，饮食不可有偏嗜，应均衡摄食。本篇指出，五色是五脏精气在外的表现。如果五脏精气充盛，外溶于面部，人的面色就会明润光泽；如果五脏精气衰竭，不能溶于外，面色就会晦暗枯槁。望色即观察人体皮肤色泽变化，以诊查病情的诊断方法，是中医望诊的重要内容。人的面色分为常色和病色。常色是指人在正常生理状态时面部的色泽，其特点是明润、含蓄。明润指皮肤明亮润泽，显示脏腑精气充足；含蓄是指面色内含于皮肤之内，不显露，是胃气充足、精气内含不外泄的表现。病色又有疝色、日色之分。疝色指病人虽然面色异常，但仍有光泽，这表明脏腑精气尚未衰竭，疾病容易治疗，愈后良好。例如本篇中所讲的青如翠羽、赤如鸡冠等，都是五色中有光泽的颜色。恶色是指面色明显异常，而且晦暗枯槁，表明脏腑精气已经衰竭，疾病很难治愈，愈后较差。例如本篇中所讲的青如草滋、黄如枳实等，都是五色中无光泽的颜色。